昏暗的透天厝客廳裡，空氣就像是凝固了一般，悶熱的讓人喘不過氣來。在鐵捲門外的世界早已翻天覆地，撕心裂肺的慘叫聲與野獸般的低吼聲，隔着厚重的鋼板隱隱約約地傳進來，卻更顯得這棟屋子裡死寂的可怕。闕恆遠靠着牆壁滑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氣。他的校服制服早就被汗水濕透，粘在脊背上，胸口處還沾着大片雷炳勳變異實踐上來的暗黑血跡。他的雙手至今仍在無法控制的劇烈發抖，指甲縫裡卡着碎肉與血污，那是他剛才瘋狂揮舞垃圾桶時留下的痕跡。17歲的人生在這短短半個小時內被徹底砸碎。沙發旁的地板上傳來一聲痛苦的呻吟，闕恆遠猛地驚醒，連忙手腳並用地爬過去，跪在岳清河的身邊。清河，你怎麼樣了？清河，闕恆遠的聲音顫抖得厲害，顫音裡滲滿了恐懼。透天厝一樓沒有開燈，只有鐵捲門最下方那幾道窄小的縫隙透進來幾縷午後炙熱的陽光，就是借着這抹點微弱的充滿浮塵的光線，闕恆遠看清了岳清河此時的模樣。那一張平日裡在學校被譽為校花的完美臉龐，此時此刻卻慘白的沒有半點血色。岳清河那雙原本靈動而帶着幾分高傲的杏眼，此時微微半張着，眼神渙散，瞳孔周圍竟然開始浮現出一縷縷詭異的漆黑血絲。他那一頭柔順的長直髮散亂地鋪在斑駁的瓷磚地板上，幾縷髮絲因為汗水而死死貼在他光潔的額頭與臉頰上。更讓闕恆遠感到心痛難過痛苦的是他赤裸在外面的右手前臂，那個被雷炳勳狠狠咬下的傷口，此時已經不再流出鮮紅的血液，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粘稠、散發着淡淡腥臭味的暗黑色液體。以那個齒痕為中心，無數道如蜘蛛網般的黑色線條正沿着皮下的血管，緩慢卻極其堅定地朝着他的手肘、上臂，甚至往鎖骨的方向蔓延。好熱，恆遠，我好熱。岳清河痛苦地那喃着，身體不可抑制的輕微抽搐。闕恆遠伸手去摸他的額頭，掌心傳來的滾燙溫度嚇了他一跳。那絕對不是普通發燒該有的溫度，簡直就像是身體裡有一團火在瘋狂燃燒，要把他的內臟全部燒成灰燼。不會的，不會的，一定會有辦法的。闕恆遠急瘋了，他站起身，在昏暗的客廳裡盲目的亂撞，試圖尋找醫藥箱或者是清水。這家透天厝的一樓似乎是個兼賣南北雜貨的老舊住家，木質的貨架上散落着一些泡麵、鋁箔包飲料和雞包餅錢。闕恆遠在一面翻倒的櫃子旁找到了一瓶還沒開封的礦泉水，他連忙擰開瓶蓋，衝回岳清河身邊，顫抖着將水瓶湊到他乾裂的嘴唇邊。清河，喝點水吧，我幫你把傷口清一清。然而岳清河只是微微偏過頭，冰冷而黏膩的汗水不斷從他精致的下巴滑落。他吃力地抬起左手，緊緊抓住了闕恆遠的手腕，他的手指此時冷得像是一塊冰，與他滾燙的體溫形成了極其詭異的對比。沒用的，恆遠。岳清河的聲音很輕，帶着一絲沙啞與認命的絕望。剛剛在教室裡，我看得很清楚，藍明宇咬了雷炳勳，雷炳勳不到1分鐘就變成那樣了。我也要變成怪物了，對不對？不會的，我不會讓你變成那種東西。闕恆遠眼眶通紅，眼淚終於忍不住奪眶而出，砸在岳清河那張精致卻脆弱的臉頰上。我們昨晚才剛在一起啊，清河，你忘記了嗎？在公車站牌那裡，你明明答應我的，我們才交往1天，還不到24小時啊。聽到公車站牌這4個字，岳清河那雙渙散的杏眼中突然泛起了一股異樣的光芒，那是眾對生命的留戀，對這段還來不及綻放就即將枯萎的戀情的極大不甘。淚水同樣從他的眼角滑落，順着他完美的側臉線條滴在地上。是啊，還不到24小時呢。岳清河有些神智模糊地笑了笑，那笑容在昏暗的光線下顯得無比淒美。他的鎖骨此時正劇烈起伏着，那幾道黑色的感染線已經蔓延到了他的肩膀，正一步步朝着他修長白皙的脖颈逼近。他能感覺到自己的意識正在被一股瘋狂、嗜血的黑暗力量一點點蚕食。他知道自己留着人類理智的時間，恐怕只剩下最後的幾10分鐘了。外面的世界
喪屍的咆哮聲似乎越來越近，偶爾還有重物撞擊鐵捲門的沉悶聲響。逃也逃不了了，就算現在衝出去，外面也全都是吃人的怪物，留在這裡，他也即將在痛苦中死去，甚至變成去撕咬闕恆遠的惡魔。兩個才17歲的少男少女，在這場突如其來的末日面前，卻被逼到了毫無退路的絕境死角去。岳清河深吸了一口氣，那高熱的空氣在他的肺部灼燒着，他死死盯着闕恆遠那張帥氣卻滿是淚水與絕望的臉龐。一個瘋狂、大膽，卻也是他生命中最後的念頭，在他的腦海中徹底炸開。恆遠，抱我吧！岳清河突然輕聲說道。闕恆遠愣了一下，有些沒反應過來，只是呆呆地看着他。把我抱到裡面的房間去。岳清河的眼神在這一刻變得無比清明，那是一種將死之人的決然。他用那只没有受傷的左手，吃力卻堅定地開始解自己制服襯衫的紐扣。清河，我不想帶着處女的遺憾，變成外面那種面目可憎的怪物。岳清河一字一頓地說着，眼淚流得更兇了，但他的語氣卻無比堅定。我們才交往1天，我甚至連你的手都還沒牽夠，反正橫豎都是死，與其在這恐懼裡等着變成怪物，我希望我生命中最後留下的是你的溫度。恆遠，要了我好嗎？求你，至少讓我死在自己喜歡的人身上。看着岳清河那因為高燒而泛着不正常潮紅，卻依舊美得驚心動魄的完美身軀，聽着他那近乎杜鵑啼血般的臨終願望，闕恆遠內心最後的一絲理智與防線，在這一瞬間被徹底擊碎了。是啊，世界末日到了，他們根本逃不掉。與其在黑暗中抱頭痛哭，在絕望中等待死亡的降臨，不如在這最後的時間裡徹底放縱，將彼此的靈魂與肉體死死地揉碎在一起。闕恆遠沒有再說話，他低下頭，那臉龐上帶着一種近乎殉道般的悲壯。他伸出雙臂，小心翼翼地將岳清河那具滾燙嬌小的身軀抱了起來，朝着客廳後方那間昏暗沒有窗戶的小臥室走去。臥室裡只有一張簡單的雙人床墊和一條凌亂的薄被。闕恆遠將岳清河輕輕放在床墊上，隨後他也躺了上去，將這個即將離世的女孩死死地抱在懷裡。恆遠，岳清河主動湊了上來，他那雙帶着汗水與高熱的雙唇瘋狂地吻上了闕恆遠的嘴唇。那不是青澀的初吻，而是一種帶着絕望、帶着宣洩，試圖將對方徹底吞噬的瘋狂啃咬。空氣中的霉味和熱氣在這一刻仿佛全部消失了，只剩下彼此粗重的喘息聲和黏膩的體溫。闕恆遠的手指顫抖着，順住岳清河那精致的鎖骨一路向下，解開了他制服上最後幾顆紐扣。潔白的百褶裙與制服襯衫被一件件褪去，丟棄在陰暗的床角。在微弱的光線中，岳清河那具屬於17歲少女，完美的如同維納斯雕像般的精致胴體，徹底展現在闕恆遠面前。那白皙細嫩的肌膚因為高燒而呈現出一種誘人的粉紅色，飽滿的雙峰隨着他急促的呼吸而劇烈起伏，修長筆直的雙腿不安地在床墊上磨蹭着。然而，這具完美的肉體上卻突兀地蔓延着那些令人絕望的黑色血管紋路，這種極致的美麗與極致的毀滅交織在一起，散發出一種驚心動魄的妖異美感。情欲與死神在此時並存。闕恆遠也褪去了自己身上的衣物，當兩具年輕而精致的肉體毫無阻隔地緊貼在一起時，岳清河發出了一聲滿足的嘆息。他就像是一隻溺水的貓，死死地用雙臂和雙腿纏繞着闕恆遠，試圖從他身上汲取最後一點屬於人類的清涼與溫暖。快給我，恆遠，快點，我快要抓不住自己的腦袋了。岳清河在闕恆遠耳邊哭喊着，聲音裡帶着一絲沙啞的哭腔，那股黑色的力量正在瘋狂衝擊他的靈魂，他能感覺到自己的理智正在做最後的掙扎。闕恆遠抬起頭，看着身下這個精致的無可挑剔卻即將香消玉殒的女孩，他的眼神裡不再有恐懼，只剩下無盡的愛意與近乎瘋狂的決絕。他挺身狠狠地沉了下去。啊！一聲帶着痛楚與極致歡愉的尖叫聲在封閉的臥室裡響起。岳清河的手指死死地摳進了闕恆遠後背的肌肉裡，留下了一道道血痕。青澀的疼痛過後，是排山倒海而來的感官風暴。
在這世界末日的背景音樂下，外頭是怪物的咆哮聲、車輛的撞擊爆炸聲、人類的慘叫聲，而卻在這間小小的卧室裡，在上演着一場最原始、最激烈的生命讚歌。汗水如雨般落下，將兩人的身體徹底打濕，黏膩地粘在一起。卻恆遠像是不知疲倦般地不斷在月清河身上瘋狂索求着，每一次的撞擊都用盡了全身的力氣，試圖用這種極致的肉體痛感去對抗外面那個崩潰的世界。月清河也完全放開了所有的羞恥與束縛，他仰着頭，精致的脖颈拉出了一道完美的弧度，一頭黑髮在床鋪上瘋狂散落，他大聲地哭喊着，呻吟着，將自己所有的愛意與不甘全部融進了這場絕望的交合中。悶熱的房間裡回盪着肉體撞擊的啪啪聲和粘稠的水聲，兩人的呼吸越來越粗重，體溫越來越高，仿佛要將這段不到24小時的戀情，要在這瘋狂交纏中徹底燃燒殆盡。不知過了多久，外面的天色似乎徹底暗了下來。在最後一次最深、最猛烈的撞擊中，卻恆遠喉嚨裡發出一聲如野獸般的低吼，他死死地按住月清河纖細的蠻腰，將自己體內積蓄已久、滾燙而濃郁的生命精華毫無保留地全部灌注進了月清河身體的最深處。恆遠，我愛你。月清河在極致的高潮與眩暈中無力地癱軟在床墊上，他的身體一陣陣痙攣，迎接着那一股股滾燙的洗禮。激情褪去，臥室裡再度恢復了死寂。卻恆遠虛脫般地趴在月清河身上，兩人身上滿是混合了汗水、淚水與少許血跡的粘稠液體。他能感覺到月清河的呼吸正在逐漸變得平緩，甚至連那股驚人的高熱似乎也開始慢慢褪去。要結束了嗎？卻恆遠在心裡默默地想着。他翻過身，躺在月清河身邊，伸出手將他緊緊摟進懷裡。此時他連動一根手指頭的力氣都沒有了。他閉上眼睛，等待着月清河在懷裡變異，或者等待着外面那些怪物衝破鐵捲門將他們撕碎。在這種認命的平靜中，極度疲憊的兩人在黑暗中沉沉地睡了過去。窗外，台中的夜空被遠處的熊熊烈火映照得一片血紅，而這間與世隔絕的透天厝裡，命運的齒輪卻在黑暗中悄然發生了無人知曉的劇烈轉動。